为什么我们会突然进行工业大摸底？其中又有多少民用企业摇身一变成为军用企业呢？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。说实话，在工业大摸底没进行前，军用科技一定比民用高级或先进，是我们大众普遍的认知。可当一个做汽车油漆的公司突然开始要给战斗机做隐身涂料时，你会不会感到很魔幻？当年我国专家还在头疼要如何使新一代战机在雷达下隐身时，一款由光启集团出品的汽车油漆却被其中一名专家给点赞加收藏了。因为涂了这款油漆的汽车在高速路上完美骗过了检测仪，并且当油漆的参数送到实验室后，他们发现似乎只用稍加改造就可以用于现成的战斗机做隐身涂漆，而且生产线好像也是现成的。于是恭喜光启集团喜提一个军工项目。除此之外，大家最关心的航母其实也曾出现过一个难倒了所有专家的问题。美国商人本来只打算挣个差价，却未曾想帮助中国打造了顶级生产线。一艘航母要是没有阻拦索，那么和废铁没什么区别。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因为它要把20多吨重的战机在甲板上滑行的3秒内，从250公里多的时速给拦停，不让其掉进海里。如此高难度，自然伴随着高标准，光听起来就感觉到一个字儿：贵。于是我们就找到了美国，希望买几根现成的直接使用。可老美一听是中国要买，直接报价1000万美元一根，而且不带售后。这样的冤大头我们怎么可能当呢？随即就开始自主研发，可迟迟没有突破性进展后，就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招标。当巨力集团负责人看到这个招标公告后，越看越觉得不对劲，因为要求的指标似乎还没他们自家的高。于是当即就找到了海军，小心翼翼地表示自己曾接过美军的单子，报价几十万美元一根，而他们说是用来给码头和机场用的，不知道符不符合你们的要求。海军的人一听也是懵了，连忙派人去了巨力集团要拿样品检测。可当专家去了后，就又傻眼了，因为在巨力集团的仓库里，起码还有1000根没交单的现货。于是研究人员当场做起了性能测试，最终结果就是辽宁舰自此有了航母阻拦索，而海军拥有了自己的生产线。也正是因为这次事件，才有了后来的工业摸底。而除了海军获得过民间加强外，其实空军的歼20也获得过民间的帮助。钓鱼佬口中常说的永不空军，本来只是想自黑，却没想到真和空军挂上了钩。一架战斗机若想高速飞行，其机身重量则不能过高，机身质量也得具有高耐性，才不容易坠毁。而钓鱼佬除了钓不上鱼，对于装备的要求也是相当苛刻，尤其是对鱼竿的要求，简直就是照着战斗机的数据写的。威海的光威集团老总为了满足钓鱼佬的需求，疯狂在竿子的外壳科技上猛磕，势必要打造出钓鱼佬们满意的产品。于是他们的技能树就开始点歪了。当我们还被美日2个碳纤维大国卡脖子的时候，光威集团在2004年成功研制了 T3000级的碳纤维，让我国真正实现了真正的碳纤维独立。后来记者在采访光威老总时，他的眼里似乎总有一些委屈，好像在说他只想做渔具，都是钓鱼佬们逼他搞出的军工生产线的。对于工业大摸底的故事，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的？欢迎各位留言讨论。